了一早上的奔跑运动之后，又搭了1个小时左右的电车，从福冈市区到门司港。门司港是以前日本很大的港口之一，现在呢变成一个观光地区，可以看的景点有非常多，尤其是它的建筑物都保留得非常好，也非常漂亮。比如说有旧大阪商船啦，或是旧门司关税等等之类的很漂亮的建筑物，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情侣过来约会。除了可以用散步的方式游览整个区域以外，也可以骑脚踏车，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。还有很多咖啡厅跟美食，我们今天都要一一去品尝。出站之后都可以去拿它这个观光手册，它这里就会写了很详细他们推荐的地方，就算你来不及做功课也没关系，就是按照这个手册去玩就好了。每一个地方的营业时间啊、门票多少钱都有写得非常清楚，然后再搭配一下 Google Map 就非常便利，就可以开心的玩了。走吧。看这里，它都已经帮你安排了好几个旅游的路线，因为我们可以参考这条线呢。有好几个方案。对，因为我们想看的都有在这里。然后这一条线是那个拍照路线。哎，我想去看这个恋人圣地，这个好像就是调会开关的。对，感觉这里一天根本就不够，要看的地方好多，快，赶快走。这个港口有好多人在钓鱼，或者是买一个小小三明治，坐在这里边看海边吃，超级惬意的。我们现在正在港口旁边散步。这港口这一圈有好多店，卖伴手礼的啊，吃饭的，卖杂货都有。我看它还有座椅，就可以买一个小东西，就坐在那边吃，边看海，然后前面有很多风景。在港口周围的人都聚集到吊桥旁边，在观察它是怎么样开的。它每一天有几个固定的时段会开，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话，要记得去网络上查什么时候开，在这边等就可以了。吊桥是会先开一边，开到某一个高度之后，另外一边再升起来。后面这里就是了。就是这个桥，现在已经打开了，有很多人都在拍照。现在我们走到大连友好纪念馆，好像要纪念这里跟中国大连市姐妹市缔结15周年所建立的建筑物。现在里面呢，好像有一间中国料理餐厅。我想说，要不我们就上去2楼看看 ，maybe 那里的风景很漂亮。走吧。2楼这里有大连市的介绍，这个地方我有去过，星海广场吗？是劳动公园。中文介绍大连。
因为大连我有去过，所以就觉得很亲切。会发现这个窗户看出去的风景很漂亮。如果在那个外面逛累了，就来这个大连纪念馆的2楼休息，有冷气，有沙发可以坐。肚子饿想吃东西的话，1楼有东式料理餐厅。从大连的纪念馆出来了，出来之后1分钟左右，对面这里就是他们以前的海关，然后它的建筑物也是保留下来的，这里很适合拍照啊，都可以，就是来这边晃晃很好。它是以前日本3大港口之一，所以这里在里面上班的人应该忙到翻掉吧。他们把那个建筑物都保留得非常好，从外观还可以感觉到一点点历史的痕迹。然后呢，因为它的颜色是红色，所以拍起来也很漂亮。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怀旧散步风，来这个区域的话，就可以感受到以前一些建筑物啊、历史的气氛，很适合散步。然后风很大哦，在海边走的时候，帽子要戴好。我们现在逛到一条类似日本传统的市场，在这边晃一晃，刚好遇到后面这一间呆手，招牌超级古老，很复古。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们不是也是要找一间呆手，开过去我就看到一模一样的旧招牌。我想说山寨刀的呆手吧，我们就没看过这个招牌，因为现在都是粉红色底白色的字，根本没有看过这个版本的。然后我们就开过去，一直往前开，后来我才回想起来说啊，应该就是刚刚那一间呆手，不是假呆手啊，人家是复古版的呆手。这里是属于比较 local 的市场，有很多在地人会逛的地方。但今天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是时间的关系，还是因为是节假日的关系，很多店都已经关门了。如果下次大家来的话，可以早上提早来看一看，应该会蛮热闹，可以观察一下他们买的是什么东西，他们排队的美食店家是哪一间 ，maybe 去跟着排队会发现好吃的店也不一定。那我们就先逛到这边，下一个景点，走吧。从刚刚的市场，我们走了大概8分钟左右，到这个山宜楼一间料亭。料亭也就是日本那种高级的餐厅，会有榻榻米，会有表演之类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去见学一下。哇，好复古的感觉哦！我们现在进来这个山宜楼里面呢，进来就有很多展示的物品，展示他们以前开餐厅的用具啊、历史等等之类的。然后里面现在真的非常安静，非常安静，所以我现在不敢讲太大声。而且它这个建筑物保留的非常好，看到它的梁顶都是以前建筑物的样貌。我最喜欢这一面窗，那个阳光洒进来的感觉好舒服哦。坐在这里休息一下也不错。这个地点非常好诶，距离刚刚那个港口步行可以到了。现在在港口散步玩一圈，再往这个方向走过来，然后会穿过刚刚那个小小的市场，就一起玩，很棒。刚刚看了一下他这里的纪录片，我才意识到这里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诶。在以前就是战争的时候，这里就开了这一间料亭呢，是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会聚集在这边，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交际的地方，会有一些艺伎来表演，有一个坡要上来，然后当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力车要拉艺伎啊，要拉客人。从傍晚开始吧，艺伎就会开始行动，去洗澡啊，来准备表演。从那时候开始，这附近的气氛就会改变，就会变成夜生活
活的气氛。二战之后已经没落了，原本要被拆迁掉，但因为这里的当地人觉得太可惜了，发起一个保护它的活动，让它才可以保留下来。现在在的是山宜楼的百叠间，这一间房间里面加上舞台的话，大概有80叠左右的榻榻米。然后是以前呢，人家在这边表演吃饭的地方，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舞台，会有艺伎来表演，或是日本传统的三味弦啊的演奏会，唱歌跳舞都会在这里表演。这个空间没有任何一根柱子，所以视野非常辽阔。它的看点呢，就是它上面的那个灯，因为在战争的时代可以用到这些器具是非常难得的。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值得过来看一下。这个是以前留下来的电话室，以前那个年代电话应该说不是那么普及，但是山宜楼就有电话，可见当时候这里应该是非常热闹，需要用电话来沟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里面长怎么样子吧。你看这里。他有说以前电话就是8号，就是打8号可能就可以跟他们联络了。真的，表演你才这么想的。真的，他8号刚刚里面也有说是8号。现在在山宜楼最高的这一层看过去，就是整个门师港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物超所值哦，大家一定要走过来看一看。建筑物我觉得被还原的非常好。刚刚看纪录片，他有说他们尽可能的保留原本的样子，能修复的就尽量修复，把它保留下来。如果不能修复，材料不足的才会换成新的。吊灯啊，或是门窗、窗花，都是参考以前留下来的照片，然后尽可能的复原，所以很值得过来参观一下，感受一下当时候这边繁荣的感觉。很多要往回走了，结果我发现下面有一个小板凳，想说应该是有作用，我就站上去看，别有洞天的，里面就是原本以前的样子，没有经过修复的，超复古的，就这样子保留下来了，差一点就错过了。对。我们刚刚去吃后面那间烧咖喱，是这里非常有名的料理之一。我觉得烧咖喱就是焗烤咖喱饭的感觉，然后咖喱跟起司还有蛋拌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的味道超级好的。尤其是你点的那个 A5 黑毛和牛，和牛大概有5、6块，重点是肉质很嫩，入口即化，还有它的价格并不贵。你点的那个黑毛和牛1400，而且我们刚好是坐在靠近窗户那一排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，很推荐大家来这一间。还有它特制的辣椒酱，辣就大概10%，其他90%都是香味。加那个特制的辣椒酱之后，又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。辣椒酱拜托大家一定要加，那超级好吃的。但是我们刚下车的时候是12点左右，已经大排长龙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避开人潮的话，大概就3、4点再过来吃，它还是有在营业。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要准备回熊本了，很开心。我觉得这几天非常的充实，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样子在外面拍摄。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紧张的部分，尤其是在路上，然后你要面对旁边人的视角，用余光看你，会让我有一种压力。但我就是尽量当作不存在，然后就自然的演出这样子。我也觉得这一次虽然说有拍摄，但是我们也玩得非常开心，行程都接得很顺，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在等待或
或是错过车都没有。这一次的年假之旅就到了一个段落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回家，超级开心的，很期待下一个长假去别的地方玩。拜。